尼日利亚铁路遭袭，中国制造的火车如何成功脱身？中国制造的火车质量又有多靠谱？中国资本在非洲屡屡遭袭，根源又在哪儿？中国要如何帮助这些国家？据尼日利亚当地媒体报道，10月20号晚，一伙武装分子袭击了位于尼日利亚境内的阿卡铁路，用机枪向一辆火车的驾驶室扫射，导致火车被迫停运。而21号凌晨，武装分子又返回炸掉了一段铁轨，试图让这辆火车无法返回。而视觉不妙的司机紧急启动火车，火车也奇迹般通过了断裂的铁轨，安全返程。从媒体发布的照片与视频来看，火车头部遭到机枪扫射后留下多处弹孔，车头前甚至脱落了一大块漆，足以见得当时火力之猛。而从驾驶室看，前挡风玻璃遭扫射后掉落，但并没有变成碎片，而是依旧是一个整体。虽然玻璃完全裂开，可没有看到子弹打穿玻璃的弹孔，同时驾驶室内也没有看到弹孔与血迹。这说明当时火车遭遇的袭击虽猛，但驾驶室没有被打穿，保住了驾驶员的性命，这也是火车最终能安全返回的重要原因。此外，还有一段视频显示了当时铁轨被炸断的情景，数根枕木以及一小段铁轨被完全炸断。好在破坏范围并不大，最终能让火车顺利通过了被炸断的铁轨。可以看出，整个事件就是针对尼日利亚铁路的一次恐怖袭击。另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是，遭到袭击的火车看起来是一辆并不落后于时代的内燃机车。经过网友辨认，这是一辆东风11G型内燃机车，由中国制造。东风11G是中国为满足第5次铁路大提速特意研制的。该火车的特点就是在速度超过150公里情况下，保证列车安全运行，并且采用更加智能化操作。东风11G机车仅需要一个司机便能操作，不需要副驾驶，并且机车采用微机网络控制技术、安全监控装置，系统具有机车逻辑控制、网络重联控制、机车故障诊断功能和远程监控诊断功能。正是有了一系列安全保障，才让火车在此次袭击中成功脱身。这也证明了中国制造技术过硬。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不久前，尼日利亚铁路公司宣布，包括阿卡铁路在内的尼日利亚各铁路线实现持续盈利，已经偿还了2亿美元贷款。阿卡铁路被誉为非洲最先开通运营的全中国元素现代化标准轨铁路，于2016年7月26号正式通车。由中国企业中土集团承建的拉伊铁路正式开通运行。这条铁路连接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与卡杜纳州首府，全长186.5公里。这条铁路的铁轨由中国企业设计建造，列车也是由中国提供的，而铁路总投资为8.5亿美元，其中中国提供5亿美元贷款。原本是一条带来希望的铁路，如今却发生恐怖袭击，也是让人五味杂陈。好在中国制造的火车与铁轨质量过硬，没有出现人员伤亡问题。然而，有一个问题需要去思考，那就是近年来中国在非洲的铁路基建时常会遭到袭击与破坏。今年7月份，埃塞俄比亚地方武装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与埃政府军爆发全面战争。而在混乱的局势下，一支阿尔法州地方武装趁乱攻入索马里州一个小镇，杀死了数十名当地居民，并且把小镇洗劫一空。而愤怒的索马里州居民则联合当地重要的交通线路进行破坏，其中由中企承建的亚吉铁路就遭到了破坏。这条铁路连接了埃塞俄比亚与吉布提的中方基地。此事发生后，西方媒体对中国群起而攻之，认为中方在非洲的基建多次遭到破坏，证明了中国模式在非洲根本就行不通。甚至有西方媒体认为，中国在当地制造债务陷阱，惹怒了当地人，因此中国建造的基建总是被当作破坏目标。但是真实情况又如何呢？就拿此次尼日利亚武装袭击铁路来说，事发地接近尼日利亚北部，而尼日利亚北方地区一直以来都饱受博科圣地武装的侵扰，他们也是造成此次袭击事件的真凶。而博科圣地武装的出现，完全就是当年西方殖民体系的祸根。早在1000多年前，尼日利亚北部就建立起以伊斯兰文明为核心的国家，但南部相对松散，没有建立统一的宗教信仰。14世纪开始，西方殖民者进入西非，开始了罪恶的奴隶贸易。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与荷兰人先后来到当地，抓捕黑人贩卖到美洲充当劳动力。17世纪后期，英国崛起，依靠工业革命，英国人建立了广阔的海外市场。
由于奴隶贸易与工业发展相冲突，英国更需要倾销商品的市场提供原材料的产地，因此英国废除了奴隶贸易。然而，英国人的到来却成为尼日利亚悲剧的开端。18世纪开始，英国出兵登陆尼日利亚海岸，并于1900年将尼日利亚南部吞并为自己的殖民地。1906年，英军北上占领尼日利亚北部，并强行把南北划为一个国家。为了在尼日利亚内部制造分裂，英国在尼日利亚大力扶持基督教信仰，并且将基督教根据地设立在南方，由此导致该国南北文化完全割裂，双方都互不认同。再加上英国殖民者的挑拨，尽管国家早已独立，但100多年以来，尼日利亚南北始终视对方为不共戴天的仇人。上世纪8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在阿富汗扶持武装势力针对苏联，秘密培养大量的武装部队，为当地部落训练军队，并为其提供武器资金。一时间，中东武装势力迅速壮大并开始扩张，一直渗透到了非洲。21世纪初，尼日利亚北方一支名为博科圣地的武装迅速崛起壮大。这支武装力量可以说是当年英国人在非洲制造文化分裂，以及美国人在中东扶植武装势力结合的产物。几年下来，博科圣地制造出多次惨绝人寰的屠杀事件，包括将数个村庄几千名村民屠杀殆尽，以及强迫儿童充当自杀性袭击的工具，可谓是触目惊心。但是由于博科圣地并没有威胁到西方利益，因此始终得不到西方主流媒体的关注。西方民众对于这些恐怖武装不甚了解，而西方媒体一看到袭击对象中有中国，就开始捕风捉影进行泼脏水。对中国来说，西方无视的问题，中国不能无视。毕竟中国每年在包括尼日利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有着大量投资以及进驻人员，保护海外资产以及海外公民人身安全也是中国政府的职责所在。但是中国也不能像当年英国人一样直接出兵破坏他国主权，因此中国采取了2种手段。近年来，中国向尼日利亚政府出口了大量武器，包括 VT-4 主战坦克、ST-1型突击炮以及 SH-5型车载榴弹炮。而且尼日利亚还进口了由中国与巴基斯坦联合研制的 JF-17枭龙战机。在这些武器装备的协助下，尼日利亚近年来取得了对博科圣地组织不少战果。此外，中国军校为非洲军官提供培训，也早就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而除了提供武器与培训，中国在当地广泛的进行基建，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与就业，这也将从根本上减少当地武装吸纳当地人作为武装分子的途径。如果当地人富起来，谁又愿意去搞恐怖袭击呢？实际上，中国人正在做的与西方的宣传截然相反。